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你是否曾经被金钱的问题困扰过？那么，人是支配金钱的，还是金钱支配人呢？为什么当金额增加时，人们变得越来越吝啬，而当变得贫穷时，却更容易遭受损失呢？我要向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Mind Over Money》，因为它从心理学的角度总结了193项心理研究，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地处理金钱。我们经常陷入金钱的困境，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做，而是因为我们的情绪左右了我们。尽管我们可以轻松地找到节省金钱、赚取金钱和投资的技巧，但几乎所有人都会对金钱感到不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金钱出现时，我们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知道逻辑上应该怎么做，但却无法抵御金钱的诱惑。人类总是受金钱所影响，甚至只是因为超市里的一些商品价格贵了几元钱都会感到不安。我们本应该去工作挣钱，我们感到不安，但这种不安驱使我们做出了不合理的行为。我们可能会因为几元钱而烦恼，但却可以在旅行中大手笔的花费，买一件几万元的华丽外套。我们并不是理性的使用金钱，而是情绪驱使我们。尽管我们明白这一点，但我们仍然不想吃亏，因为对我们来说，今天是特别的、重要的。这些情绪驱使我们做出了不合理的金钱决策，这是我们作为人类的悲哀。请不要灰心，一起了解这种愚蠢的心理习惯，您的未来生活将发生巨大的改变。本视频将根据本书内容，介绍与金钱和情感相关的残酷真相的前3名，然后根据这些真相提出行动计划。请务必观看到最后。让我们开始吧。首先，让我们来谈谈与金钱和情感相关的残酷真相的第3名：缺乏金钱的人更容易受骗。从第3名开始，已经非常残酷了。一旦被骗，很遗憾的是，钱就会不见。但悲伤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缺乏金钱的人更容易受骗。已经知道缺钱会影响智商，导致无法冷静地做出判断，这已经在多项实验中得到了证实。例如，在新泽西州的购物中心进行了这样一项实验，其中一组人被告知修车要花费大约15000日元，另一组人被告知要花费约15万日元，然后让他们接受智力测试。结果是，被告知修车费用为15万日元的那组人的成绩较差。残酷的事实是，被告知修车费用为15万日元的贫困对象的成绩恶化了。换句话说，富裕的人对于15万日元这样的金额甚至都不感到担忧，而认为这15万是很大一笔开销的不富裕的人，因为金钱的不安而导致头脑活动变差，所以测试成绩不理想。穷则愚钝，缺乏金钱会使大脑的活动变迟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人类的大脑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简单来说，金钱的不安和压力干扰了负责逻辑思考和长期思考的大脑区域前额叶，因此，负责长期思考和判断力的前额叶活动减弱，而负责短期决策的杏仁核等部分则会失控。稍微思考一下就会意识到是虚假欺诈的例子，比如，在这种投资中，你很快就会成为富翁，或者这个补品可以让你从身体里排毒、年轻10岁等等。这种明显是欺诈性的诱惑，会更容易针对那些对金钱不安的人。这是因为这种虚假宣传会更容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而他们的前额叶无法进行防御。这就是没有钱的人更容易被欺骗的大脑机制。请务必注意，这个事实意味着那些被骗钱的人会更有可能犯下另一个错误。那些恶意的欺诈者会在观察这个残酷的事实后，如同鬼魂一般接近那些犯下重大错误的人。接下来是关于金钱和情感的残酷真相的第2位。这个话题讲述的是，当涉及到金钱时，人类会变得自私。简而言之，那些只考虑金钱的人会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认为自己应该受到特别对待。说到底，就是那些在泰坦尼克号沉没时抛弃妇女和儿童，自己先逃走的富人的故事。这确实是那段历史的象征。你可能会想，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和现代的富人之间，感觉会有所不同吧？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在2004年的实验中，对各种收入水平的人进行了测试。如果发生了像泰坦尼克号4号那样的沉没事故，你认为自己是第一个应该上救生艇的人吗？可悲的是，富人往往更有可能回答认为自己是应该上救生艇的人。此外，还有更简单的实验，例如提供词汇刺激的10项暗示效应实验，将参与者分成2组，
一组看到与金钱相关的词汇，例如工资、付款、高额等；另一组则看到与金钱无关的词汇，然后请这两组参与者帮助完成一项简单的任务。结果表明，看到与金钱相关的词汇的那组人更不愿意帮助。这表明，仅仅通过看到金钱相关的词汇就能影响人们的行为。虽然这是一种常见的潜意识实验，当人类的潜意识被灌输了金钱观念时，就会更加自私地认为自己应该受到特别对待。这种倾向确实存在。最后，关于金钱和情感的残酷真相，排名第一的是，即使增加你的时间价值，也不能变得幸福。那些以我的时间价值是每小时10万日元之类的自负面孔炫耀的一流商人，会越来越远离幸福。这真是让人吃惊。公司的领导会告诉你，公司付给你多少时薪，就代表你的价值，所以要有所作为。我不是说想舒舒服服的过日子，而是想提高自己的时间价值。但这本书的研究恰恰相反，他对那些意识高的商人进行了批判。在考虑时间价值时，看待时间就像金钱一样。这确实是做生意的正确态度，但是对你的幸福没有直接关系。相反，这可能会使你的幸福程度降低。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的头脑里总是想着我1个小时可以赚10万日元的想法，那么除了工作之外的日常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无聊。例如，去钓鱼，或者在咖啡馆里喝茶，或者出去享受一顿精致的午餐。尽管试图享受这样的日常生活，但那些过度关注时间价值的人会认为，如果有这1个小时，我可以赚多少钱呢？这种思维模式会占据他们的头脑。对于低收入者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如果你对自己的收入没有太多计算，年薪大约在500万日元左右，那你可能会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时间价值。但是放心，这本书认可了这种做法。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没有钱的人更容易被欺骗，金钱涉及时人类更容易自私，以及意识到时间价值反而可能导致不幸的消极话题。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如何正确地处理金钱和情感？这将是接下来需要实践的行动计划。与买名牌相比，花钱体验蹦极可能更值得。这意味着花钱在精力上比花钱买名牌更划算，是最聪明的金钱运用方式。也许有人会说，你在说啥？蹦极只是一瞬间的体验，买个名牌不是更能持久吗？但事实并非如此。没错，高档名牌货可能会存活很久，但它们对我们的幸福感下降得很快，从购买之后开始就迅速减弱。就像新车永远不会保持新车的感觉一样，流行的时装也不能永远保持潮流。相比之下，买东西只是一瞬间的快感，而非持久的幸福感。研究表明，尽管经历只是一瞬间，但它的影响却能持续很长时间。举个例子，当你预定一次旅行时，实际上在旅行之前的期待阶段就会感到快乐，甚至有时比旅行本身还要开心。旅行结束后也是一样，虽然旅行中可能有快乐，也可能遇到麻烦，但这些记忆随着时间推移会变得越来越美好。总之，物品可能会持续很久，但它们只会在短暂时刻带来快乐。与之相反，短暂的经历却能在很长时间内影响我们的心情和幸福感。因此，最聪明的金钱运用方式实际上是购买经历。虽然我不知道你的资产价值，但相较于购买昂贵的名牌商品，去旅行、尝试蹦极、参加喜爱歌手的演唱会等能留下美好回忆的经历更值得考虑。当然，购买名牌并不一定会解决所有问题。在这本书里，我们把那些追求物质享受、追求名牌的人称为物质主义者。物质主义者有好有坏，好的物质主义是把名牌当作手段，而不是最终目标。但不好的物质主义就不同了，这种物质主义者只关注拥有名牌本身，而不在乎它们的实际用途。他们已经远离了物品的真正意义，把拥有名牌当成了最终目标。本质上，他们购买名牌是为了让别人羡慕，或者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不自信。我们把这样的人比喻为名牌上瘾者，因为他们用购买名牌来暂时解决内心的不安，但这种行为可能陷入恶性循环。即使拥有了很多名牌和金钱，也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因此，购买名牌本身并不是坏事，但如果把购买名牌作为目的，这种购物就像对毒品上瘾一样。不要沉迷于不好的物质主义和只关注物质本身的物质主义。简而言之，这本书从心理学角度教导了正确的金钱观念。
我们了解了与金钱和情感有关的残酷真相的前3名，没有钱的人更容易被欺骗。涉及金钱时，人类会变得自私，提高时间价值并不能带来幸福。然后，我们讨论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并提出了明天的行动计划。建议购买体验而不是名牌商品，并且要记住，购买物品的目的不是为了拥有物品本身，而是为了达到其他目的。这本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想着钱，我们就会变得自私。而且，如果我们把一切都看成是按时薪来计算，我们就无法真正享受生活。但是，如果完全不考虑钱，那也不好，因为太不在乎金钱会导致财务问题。最理想的状态是拥有足够的资产，不再为金钱而担忧，不再追求一夜暴富，只需足够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当你拥有足够的财富时，你不再需要为金钱而自私，也不会被时薪所左右。这可能是最幸福的状态。这听起来很明显，但实际上却很难做到。要赚到足够多的钱，以至于能够忽略其他事情，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比如，对于有家庭的人来说，1亿日元可能还不够，因为他们需要考虑孩子的未来。即使你在年轻时就能赚到很多钱，比如30或40岁，你也会面临挑战。那些能够赚到大量财富的人，通常时间都很宝贵。他们可能会把赚钱当成自己的身份认同，最终会忘记金钱的真正意义。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困难的。总的来说，根据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应该努力赚足够多的钱，以至于不再为金钱而担忧。这可能是最理想的状态。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